今天超级外要进到可怜的东西电影解析。可怜的东西荣获今年奥斯卡奖4大奖项，也是我个人年度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故事讲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一位有孕女子 Bella 自杀未遂，被科学家 Godwin 人工方式复活，将母亲大脑取下，再移植进婴儿的大脑。Bella 因此有着大人的身体、婴儿的心智，成为 Godwin 就近观察的实验品。这种取脑实验其实是源自启蒙时代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18世纪以前，人们相信笛卡尔的新物二元论，认为大脑里有一个灵魂，负责控制身体，而灵魂是上帝赋予的，拥有自由意志。但是哲学家 Lamettrie 发现，许多实验把人的大脑移除后，身体里的器官依然会自行运作，这代表身体有自己的运动原理，有自己的意志。人的身体其实就是一台自动机器，决定了人的行动。所以解剖学就是一个人的宿命。所谓的灵魂、自由意志，只是大脑的想象力罢了。可怜的东西把 Lamettrie 的机械论哲学发挥到了极致。Godwin 任意组装动物的头部跟身体，就像在玩乐高积木一样。Bella 的身体也像一台机器，被重新组装起来。最后 Bella 更是继承 Godwin 的科学事业，把羊的脑袋植入前夫的脑子里。Lamettrie 的机械论梦想实现了，人就是一台机器，人脑也可以配动物的身体。其实在兰西莫过往的电影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相互转换。在非普通教育里，父亲骗小孩说母亲会生下一只狗，暗示了那些小孩就像被驯化的狗一样，带着永远不会发育成熟的犬齿。在单身动物园里，找不到配偶的人就会被惩罚变成动物，单身的人就形同被社会放逐的畜生。在圣路之死里，男主角家庭受到诅咒后，人的自由意志被束缚，失去像人一样的行动能力。在这些例子里，人的行动都缺乏人性的温度，都受限于动物性的身体。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给人自由意志，让人做出道德判断，兰西莫电影里的人被剥夺自由意志，缺乏道德主体性。但可怜的东西不同之处就在于挑战了这种机械论哲学，不把人性简化成只是动物性。 And who can tell human from animal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整部电影就是在回应科学家 Godwin 的这个提问。在电影一开始， Bella 的确跟动物没什么区别，没有自主意识、理性、道德，只有纯粹婴儿式的冲动。真正具有主体性的是形同父亲的 Godwin， 可以对 Bella 做实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但是为了控制实验结果不受干扰， Bella 一直都受限于父亲创造的人造环境。 Has she ever been outside? No. I have created a perfectly entertaining and safe world for Bella. 在非普通教育里，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过度全能的父亲形象。孩子不允许去认识未知的外部，说着父亲给他们的语言，而不是公共语言。Mamá, brinca de un zombie, brinca. Hasta ferro. 一直留在家里受父亲豢养，结果反而成了没有自主意识、长不大的巨婴。这两个例子都反映出哲学家 Badiou 所说的家庭的病原结构。家庭是整个人类社会变迁中最难撼动的一个结构。即便在公领域，我们已经进到现代民主公民社会，但是在私领域的家庭里，却依旧停留在封建，充斥着父权、家暴、控制狂家长。现代社会因此暗藏着一种病态的分裂，人们在外高喊追求自由民主，回到家后却又再制造不民主的权力结构。非普通教育的结尾，小孩才终于有机会探索外部，而这恰好就是可怜的东西的起点。在一次意外下， Bella 看到了外部的真实，不是父亲创造的温室。这种全新体验让他渴望理解未知，也开始出现反叛造物主的欲望。 Do not. 在 Bella 发现身体的快感后，反抗的意志就更加强烈。 Bella, cease working yourself immediately. What? In polite society, that is not done. Bella 的行为立刻被 Max 指责。我们现在看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自慰是一种道德上的恶行。像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著名案例，小汉斯就是3岁开始喜欢玩自己的小鸡鸡，而被母亲恐吓说再玩就切掉。
后来小汉斯就产生了恐慌症的心理疾病。同样的，电影里的 Godwin 就是从小被父亲阉割，变成了阉人，才能不受性诱惑，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这种性压抑的案例在维多利亚时期不胜枚举，也是因为家庭内部的压抑，让贝拉选择离开家庭这个自由的牢笼。You're a prisoner, and I aim to free you. 当贝拉到里斯本后，电影就从黑白变成彩色，仿佛离开了只有非黑即白的压抑家庭，开始第一次体验美食、性爱、音乐，满足自己探索真实世界的欲望。但是可怜的东西揭露了，就算一个人逃得出家庭的束缚，依然逃不过社会强大的制约结构。Bella. What? Why I keep it in my mouth if it is revolting? 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里，贝拉被 Duncan 教训要守规矩，只能说特定台词。You will rejoin the table and you confine yourself to the following 3 phrases. How marvelous, delighted, and how did they make the pastry so crisp, yes? 但是当贝拉按照 Duncan 的话做时，却又因为说话时机不对，而让社交无法运作。I fear he will not see the year out. How marvelous. How did they get the pastry so crisp?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家 Harold Garfinkel 所说的破坏性实验。社会上的互动之所以能顺利运作，是因为每个人潜意识里都遵从着道德规范的剧本。吃饭时哪些话不能讲，隔壁桌发生什么事应该假装没看见，这些规范早已内化到我们的骨子里。当人们的行为偏离剧本时，就会被矫正，以稳定现实的运作。这反映出社会秩序其实是人们不断努力维持的结果。相比之下，贝拉的心智年龄还是个小孩，没有羞耻心，不忌讳任何道德框架，反而能够享有不受制约的自由。 Are you now crying? What a confusing person you are, Duncan Wedderburn. 贝拉就像伊甸园里的夏娃，在还没吃下善恶果之前，不知道道德为何物，一直到被 Duncan 多次教化后，才开始产生了羞耻感。I hope you use your hand between your legs to keep yourself happy. Good God, Bella, you cannot speak like this. Polite of society. 在这里 Godwin 的问题得到了一个解答，人跟动物的差别就在于羞耻心。达尔文就认为羞耻感是人类特有的情绪，因为只有人类会脸红，其他动物不会。脸红是因为人在思考别人如何思考自己。所以当贝拉开始产生羞耻感时，也就意味着他逐渐长大成人，多出了一个人性的向度。一方面他天性渴望自由，另一方面他又习得了人类特有的羞耻感。这两种都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但这两种人性却又自相矛盾。因为羞耻心让贝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童言无忌，而必须限缩自己的自由。在前往雅典的航道上，贝拉的人性又被扩展到了第3个层次，不只是渴望自由，有羞耻心，还渴望自我改进。 I am reading Emerson, who speaks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men. I do not know why he does not give advice to women. Perhaps he does not know any. Try and read Goethe. Philosophy is a waste of time, Bella. People and society can be improved. It is the goal of all to improve, advance, progress, grow. But this improvement through philosophy is people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all cruel beasts. Martha 女士与 Harry 先生的这场辩论，其实是19世纪哲学家热烈争辩的主题。社会跟人性有可能进步改善吗？如果 Lametti 的机械唯物论是对的，那人性就跟动物一样，都只是受到身体的欲望跟冲动所驱使，也就代表 Bella 注定要重复母亲的情境，因为她是被母亲身体给决定的存在。但是另一派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认为，人可以透过哲学知识来改造社会，并因此改善人性。进步就是人从无知到有知，透过新知来陶冶自己的精神。Bella 长大的过程就像是这种自我改进。这就是为什么 Martha 女士建议 Bella 阅读歌德，因为正是歌德开启了成长小说的传统。这种乐观精神让欧洲人认为自己将带领全人类进步，所以19世纪又被历史学家称作改进的年代。但是为了进步而求知的欲望，反而让 Bella 意外看到了世界的真面目。
Do you want to see what the world is really like? I'll show you. Yes. 航行绕到了亚历山卓。亚历山卓是这趟旅途中唯一一个非欧洲的都市。19世纪末的埃及是被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正是在这里，贝拉第一次发现，世界不是只有美好的事物，世上还有许多受苦的人。We must go help them. 在这场戏中，可怜的东西成了那些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资本主义给欧洲带来了富裕，却也掩盖背后大批劳动人口的赤贫。就算贝拉想要过去帮助穷人，也无计可施。没有阶梯可以衔接富人与穷人的世界。这时，贝拉才意识到，以前所体验的美好生活，原来都只属于一小群欧洲人的特权。这时，贝拉还没有足够知识知道，原来欧洲国家的进步，维多利亚人的自由，是奠基在掠夺被殖民国家的资源，而是把问题怪罪给金钱的稀有性。Money is its own form of sickness, or the scarcity of it. 结果，贝拉劫富济贫的行为，让他跟当肯都成了可怜的东西，被迫在巴黎下船，但也让贝拉能够转换视角，像穷人一样生活，不再是体验世上美好的事物，而是去认识世界上丑陋的一面。We must experience everything, not just the good, but degradation, horror, sadness. This makes us whole, Bella. And when we know the world is ours. I want that. 在巴黎妓院里，贝拉终于认识到世上丑陋的一面，性关系中的权力机制。在旅途一开始，当肯跟贝拉说不需要允诺1对1的关系，但是当贝拉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想比较其他人与当肯的性能力差异时，却因此被当肯视为贬值了。You hoard yourself. Can I never win with you? It is the worst thing women can do. 这才让贝拉意识到，男人性经验丰富会被当成情场高手，但女人性经验丰富却会被当成荡妇羞辱。天性追求性自由的贝拉，却发现了性关系里的不自由。当贝拉在妓院工作时，这种矛盾变得更明显。But some men enjoy that you do not like it. What? 某些男人渴望的恰好是女人的不自由，女人的反抗。这让贝拉再次面对人性间的两种矛盾：人渴望性，也渴望自由，但在性关系里，竟然就蕴含了不自由。贝拉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摆脱对男人的经济依赖，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的劳力赚钱，也让贝拉成为了一位社会主义者。I look at you and feel nothing but the lingering question of how did I ever want you? Oh, and we must go to the meeting of socialists. You're whores. We are our own means of production. Go away. 到此为止，旅程中的4个城市刚好反映了贝拉探索自由时所面临的4个矛盾。在伦敦受父亲的制约，经历家庭与自由的矛盾；在里斯本受社会制约，经历羞耻感与自由的矛盾；在雅典受到知识匮乏的制约，经历自我改进与自由的矛盾；在巴黎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经历性与自由的矛盾。每次的旅程，贝拉都有新的矛盾要克服，也因此更加深对自由的体悟。最后绕了一圈回到伦敦，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贝拉是脑移植手术的产物，她就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小孩。这立刻引发了一个问题：贝拉过去那些追求自由的行动，真的是出于她个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被母亲的身体给决定的？如果她只是在重复母亲的行径，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贝拉因此取消婚礼，跟随前夫去发掘母亲的过去，找出这副身体的真相。You know me. Tell me about myself. 结果发现，母亲并非善类，而是一个以别人的痛苦为乐的人。这跟贝拉所展现出的人性恰好相反。贝拉的成长历程也跟母亲相反。自杀的母亲在当时会被视为疯癫，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在贝拉的性关系中，是当肯得不到贝拉的爱而发疯，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La Maîtrise 那套人是机器的理论被推翻了，解剖学不是宿命。但是当贝拉要离开前夫时，却面临了最后一道自由的阻碍。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s between your legs. I will have it off, and it will not distract and divert you anymore.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科学认为，
女人不听话、情绪上不受控，或是对男人没兴趣时，可能是一种歇斯底里症状。为了让女人驯服，当时出现了各种古怪的疗法，震动摇摇椅、子宫按摩、切除阴蒂。总之，问题出在女人身上，而不是父权制度让女人发疯。直到法国医师 Charcot 发明了催眠疗法后，歇斯底里才从生理变成心理问题。在原作小说里，贝拉到巴黎时就找了 Charcot 进行催眠实验，但是他是假装被催眠，配合演出，让 Charcot 以为自己的治疗成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恰好就是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原本学 Charcot 用催眠治疗歇斯底里症，但是在碰触女病患额头时，却被拒绝说不要碰我，这才让弗洛伊德转向了谈话治疗，让患者诉说自己的过去。当被压抑的历史揭开后，歇斯底里的症状就消失了。而在电影里，贝拉就是被前夫指控为歇斯底里的女人，但是过往的真相藏在母亲的身体里，而不在贝拉的大脑里。所以去发掘母亲的历史，其实就是发掘自己身体被压抑的真相。这样一来，贝拉就不只是一位医师，更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把身体经验过的历史转换成意识得到的历史，在结局里得到了自我的真相。贝拉并没有重复母亲的道路，即便带有一个疯癫的身体，却依然拥有自由的心灵。等等，所以到底什么是自由？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第一次高喊人有大胆求知的自由，不需畏惧任何政治、宗教权威。出现许多科学家进行各种实验来检验真理，但是当实验的受造物变成人类自身时，追求自由的科学家反而创造了反抗自己的力量。 Stop me walk. What? No now. No never. Just no. 高德文跟贝拉的关系就像上帝跟受造物一样，贝拉生命中遇到的每个男人也都渴望成为他的造物主，以父爱之名压抑他的欲望，以未婚夫之名将他绑定为妻子，以恋人的爱为名指责他是荡妇，以前夫之名将他囚禁在家里。但是每一次贝拉都拒绝成为受造物，主动离家探险，离开上帝高德文，拒绝未婚夫的要求，抛弃当肯，让他发疯被送进精神病院，最后动手术把前夫变成一只羊。所有阻碍他的男人都成了可怜的东西。贝拉展示出人不同于其他受造物的地方，人会质疑、反抗造物主。哲学家沙特认为，万物被创造出来都有个存在的目的。剪刀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剪东西，贝拉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高德文的求知欲。受造物的本质是被造物主定义的，但是人被父母造出来后，却会质问自己为何存在。其他动物不会问这个问题，而只是遵从造物主的安排。像是狗可以被人设定成家犬、缉毒犬、导盲犬，但你不会看到你家的狗突然想成为一只缉毒犬。这就是贝拉跟第二个实验品 Felicity 的不同。Felicity 只是一个受造物，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是贝拉却会质疑自己受造的目的。这代表人性之中具有一种超越性，可以超越他的受造物状态，去筹划自己的未来，实现更完满的人性状态。当人超越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时，也就超越了自己。这种人性中被遗忘的超越性，就被沙特称作自由。Do you believe people improvable, Max? I do. Just as a human body can be cured of illness, so can men and women be cured of aspects.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不完整的人，就像一件未完成、需要改进的艺术品。但是只有在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时刻，他才变成了艺术品的作者，可以把自己形塑成想要的模样，而不再是被家庭、环境给形塑。就像贝拉的衣着，从被束缚的状态变成具有个人风格的穿搭。但是人时常遗忘了自己其实是自由的，忘了自己能够介入世界的运作。If I know the world, I can improve it. You can't. That is the real point. Don't accept the lie of religion. Socialism, capitalism. We are a fucked species. Know it. I realize what you are now, Harry. Just a broken little boy who cannot bear the pain of the world.
当 Harry 选择对世界的苦难无动于衷时，他就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位绝望者，否定了人类自由行动的可能。而当 Bella 为穷人哭泣的瞬间，就是用自己的眼泪做出了道德抉择，决定把世界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自由因此也就意味着责任，因为我的每次自由行动都是在向世人做出榜样，展示人可以把自己活出怎样的可能性。当法国被纳粹军队占领时，沙特却高喊这是我们法国人最自由的时刻。为什么被占领还称得上自由呢？因为变成纳粹的战俘，法国人依然有机会去证明战俘不是被决定的存在，而能够去抵抗并重获自由。当法国人选择抵抗纳粹时，就是在代表全人类做出选择，决定人应该认可哪一种生活价值。同样的，当 Bella 连续2次拒绝婚姻时，就是在用行动证明女人可以拥有不被婚姻束缚的人生，拒绝让社会定义什么是女人。可怜的东西因此成为了一次存在主义的宣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 Bella， 每个人的内在生命都潜藏着自由的可能性。家庭的控制、社会的期待、金钱与权力、性关系与道德，这些至今仍然制约着人类生命的枷锁，让人类像可怜的东西一样活着。但是 Bella 向我们展示了，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是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被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但都有潜能去成为自己的造物主，重获我们内在遗忘已久的自由。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存在主义及人文主义》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